戒严啊，正阴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那年那年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当，伴我逐浪迎风翔。人生那年那年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见真章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当，伴我逐浪迎风翔。你采花贼果然不是浪得虚名。我先敬你3杯。3杯，好，3杯就3杯，干！好酒量，尽管喝吧。美女，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美女，我好久没闻到女人香了，干了它！咱们有言在先，不可以不守信用的。酒里有毒！天波光，对不起，我是逼于无奈才出此下策。你卑鄙小人！我向问天乃是守信义之人，等我办完正事，自然会为你送上解药。你不是说有美女伺候吗？前辈，你一个人自斟自饮，未免寂寞，我来陪你喝酒。向前辈，今天我是有口福了，来，谢谢你的好酒。这个小子就是华山派的叛徒令狐冲。臭小子，快点滚开！我奉东方教主之命捉拿向问天，旁人休得干扰，否则死得惨不堪言。我和向前辈在喝酒，关你什么事？令狐冲，你师傅说你勾结魔教，看来果然是真的。江问天双手沾满正派之士的鲜血，你还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否则把你剁成肉酱！我和这位前辈素不相识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我只是看不过眼你们这些人以多欺少。姓向的，你跟我们回去，让教主从轻发落，也许还会有一条生路。你曾经是我教的英雄，何必大家斗个你死我活，让他人笑话呢？向问天，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去吧。我喝了向前辈的3大碗酒，那我们就是朋友，他的事就是我令狐冲的事。小子，你又何必强出头呢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好，我就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拔刀相助。吸星大法！
心吧，这水没有毒，是清泉水，喝不喝？难怪你师傅要把你逐出师门，他做的对，你这个人也真够麻烦的。别挖苦我了，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，开开心心的过几天。开心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魔教的向问天。嗯，难道你不怕我？你又不是我的敌人，我干嘛要怕你？不过你现在被正邪两派追杀，变得不正不邪，还挺可怜的。你真是个怪人，难道你一点也不怕死吗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听过死人会怕死的？啊？你这人真是奇怪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的内力这么差劲儿，却能接下那些混蛋的大阴阳掌法而若无其事的。向问天，你当我现在真的是若无其事？我体内的五脏六腑早就被震得颠三倒四。我自己都觉得奇怪，我身上恐怕有不止10几道真气乱窜，怎么到现在还死不了？刚才你的剑法舞得真是出神入化，你是跟谁学的？秘密，我不可以告诉你。哎，既然要死了，难道将秘密带进棺材吗？你今天救了我一命，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哎，哎，算了，瞎打误撞的。哼，是就是是，别婆婆妈妈了。那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肝胆相照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好兄弟。兄弟，嗯，嫌弃我啊？我怎么会嫌弃呢？好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哎，拜什么拜的？我还没有死呢。兄弟就是兄弟。大哥，好，既然是兄弟，我就不能见死不救了。大哥，你不必为我的伤耿耿于怀。对于死，我真的一点都不担心，我再也不感到恐惧了。哎，兄弟，我还欠你一条人命，怎么能够不理呢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他一定医治得了你的。走啊！没有圣姑的消息，竟敢回来见我，滚！圣姑也真是的，跑到哪儿去了？牛都不见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令狐冲这么英俊潇洒，换成是我为他而失踪，也心甘情愿。哎，告诉你们啊，哎，真的好凶啊！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哎，结尾全叔的小儿子大前天半夜起来撒尿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撞到鬼呀？哎，到现在还在发高烧啊！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那还不请道士来驱邪？哎呀，如果有用啊，就不必头疼了，只怕连那个道士也没办法啊。奇怪了，客栈里怎么会有人养鸡呢？原来真的有偷鸡摸狗的事。怎么是你啊？天
田伯光，你现在还有脸在我面前出现呢？明明是你自己闯进来的吧？当初要不是你逼我加入魔教的话，我也不必漏夜逃走的。你这个忘情负义的臭东西！以前你说要同甘共苦、共同患难，你却一走了之，这分明是死路一条嘛！至少离明年的端午节还有一段好长的日子，我可以趁这段日子呢，多抱抱几个美女嘛！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死性不改！我呢，避开你，就是因为不想你对我动了真情。我说过了，就算我死的话，我也不会跟魔教的人有瓜葛的。哦，所以你就不告而别？那你当我是什么？我这个人一向最讨厌像你这种自作多情、又痴情又爱死缠烂打又机渣的女人呐！田伯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田伯光说过了，不管是对哪一个女人，我都一样，我不会为了一颗盐而放弃整个盐田的。好，田伯光，我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理你了。后悔我。你觉得好点了没有？你已经服了我的5毒药粉，在1个时辰内能镇住尸毒。不要大声说话，否则尸毒会攻心的。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呢？都是向问天那个王八蛋害的。向诱使？我管他向左还是向右，他害得我团团转，让我去偷陪葬宝物，害我中了尸毒。要是让我再见到他，我一定把尸毒传给他。不中都已经中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毒啊！田伯光，中尸毒会死的。我也不知道前世欠了你们日月神教什么，但是祸不单行。我告诉你，不要那么得意。等我死了之后变成厉鬼，我也要让你们尝尝尸毒的滋味呀！你怨我也没有用啊，又不是我把尸毒传给你的。唉，最多我吃亏点，替你想办法解毒了。喂，你别忘了，我啊可是用毒高手，我会用毒，当然也会解毒了。就等你这句话嘛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田伯光，哎，躺好，躺好，不要乱动，躺好，躺好啊！哎，夏大哥，何必多此一举，乔装成这副德行呢？啊！现在正邪两派正在追杀我们，不改头换面怎么行呢？请问有人在吗？2位驾临梅庄，有什么事？在下嵩山派童话金，有事想求见梅庄寺友。这是我左师侄的5月令牌。果然是左盟主的5月令牌，可惜梅庄一向是不接近访客的。我是特地来送礼的。这位是风儿兄弟，他可是华山岳掌门岳不群的师叔啊。岳不群的师叔？是啊，他是风清扬老前辈的唯一传人，年纪虽小，可是辈分呢却比岳不群来得高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独孤剑法骗得了我吗？哼！我们寻的4件稀世宝物，久闻梅庄素有收集琴棋书画的爱好，所以特来拜会。既然梅庄寺友不愿破例相见，我也不勉强了，告辞了。风兄弟，咱们走吧。2位究竟带了什么宝物来啊？是琴棋书画爱好者求之若渴之宝物，其中有李昭道的真迹《春山行旅图》，张旭的帅义帖，刘仲甫的偶血谱棋局，还有什么？
失传已久的广陵散琴谱，两位真的有此4样宝物吗？千真万确。只不过有什么条件，尽管说吧。好，爽快。我这风二兄弟的剑术非常的高明，久闻梅庄四友的剑法是当今武林顶尖高手，所以想来切磋切磋。好，那进来吧。啊，打扰了。好，跳。想必这位就是梅庄二庄主黑白子了。正是在下。风兄弟的剑术高明，就不知道对下棋又懂得多少。风兄弟的棋艺虽说不上出神入化，可是已经到了剑棋合一的地步。所谓心中棋，手中剑。看来口气还蛮大的嘛。其实童大哥太过抬举了，我只是略懂1、2。是不是比过就知道了？哈，风兄弟啊，千万别使出半点内力。咱们只是比试剑法，剑招精妙者胜，为利者败。当然。风兄弟剑法高明，棋艺高超，黑白子甘拜下风。二庄主承让了。下一关的比试，祝你好运。这些画中隐藏了一套高明的剑法。多谢风兄弟手下留情，献丑。两位请。灵狐兄弟，你得小心秃比翁特制的墨汁，一沾上肌肤就永难洗得脱了。这么厉害啊！哎，我对那些诗词书画一窍不通的，怎么比啊？只要懂得用剑就行了。风兄弟书法平平，但剑法出神入化，以剑写书，老夫不才，甘拜下风。前辈过奖了，前辈书法高超，让晚辈大开眼界。你们3战3败，看来梅庄四友跟这4件宝物无缘了。那未必，我大哥黄忠公还没出手，胜负仍未分出。二哥，你说大哥会不会答应比剑呢？这个，大哥醉心音律，广陵散乃是失传已久的宝物，他知道此曲重现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二哥，如果大哥不答应比剑的话，那这些宝物岂不是不能到手吗？哎，3位庄主商量的如何？太好了，我大哥答应比剑了。
琴声果然了得。我们大哥的七弦魔琴剑，琴音之中灌注了上乘内功，扰乱敌人心神，内力稍差者都无法支持得了。你们被骗了，令狐冲内力全无，琴上剑气根本伤不了他。我输了，佩服佩服。二位请。三位贤弟，我们的剑法的确比不上风兄弟啊。是，四位庄主承让了。可惜呀，真是可惜呀！没想到风兄弟不但剑术高明，而且内力的造诣竟然十分了得。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，并非晚辈内力高强，而是晚辈身受重伤，内力早已全失，所以。真没想到，你竟然连一点内力也没有，请恕晚辈事前隐瞒之过。风兄弟，不如老夫替你引荐神医平一指，让他替你疗伤吧。哎，大哥，不如引荐风兄弟上少林寺研习易筋经，不是更对症下药吗？生死有命，平一指前辈为了救治晚辈，早已不在人世。至于少林寺的易筋经，更是少林的不传之秘。庄主的好意，晚辈心领了。风兄弟的伤没得医治，固然可惜，可是这4件稀世宝物不能送到有识之人手上，那才是人生一大憾事啊！风兄弟呀，看来梅庄寺有事赢不了你了。这4件稀世宝物呢，我们得转送其他的人了。我们走吧。四位庄主。打扰了，大哥，还有一个人一定能够打赢他的。师弟，美庄寺有浪得虚名，这稀世宝物我们无福销售。晚辈告辞。袁先生，黄忠公4兄弟专程拜访，有一要事相告。什么大事小事？有屁快放！我们原以为当今武林属袁先生的剑法第一，谁知道今天梅庄闯进了一个人，他自称是风清扬风老前辈的传人，剑法之高，连我们4兄弟也比不上。对呀对呀，哼，4个狗杂种，打不过人家，想找我替你们出气，做梦！大哥，看来任先生真不是风兄弟的对手，我们还是别白费唇舌了。是啊，任先生当年纵横江湖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听说呀，只怕风清扬风前辈啊。他只怕任先生一听到风老前辈的威名，就闻风而逃，犹如丧家之犬。如此我们梅庄的威名，岂不是更糟吗？
血不到，如毛饮血，尸斑蔓延全身，直达脸上。医治方法，得医女子现身，方可根除，否则神仙难救。啊，这么厉害啊！找到没有啊？喂，你吓了我一跳。我没找到什么。我现在是人呐，不是鬼呀，还没死啊！书上写什么？没写什么。哎，给我看。真的没写什么。给我看呐。真的没写什么呀。田伯光，你怎么了，田伯光？喂，书还给我，快点还给我！医治方法，等女子现身方可根除。不可能的是吧？怎么会有这种医治的方法呢？就是嘛，我也不会那么笨，自动现身给你的嘛。笑话，我也不会做那么大的牺牲啊！像我田伯光万里独行，要是娶了你当老婆的话，那天下所有的女子不是要撞墙自尽了吗？这种缺德的事，我是不干的。那好啊，大家就各奔东西，各走各的路。你就摘你的花，我就去采我的草了。难道这是唯一的方法吗？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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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子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野花美不美？相公，相公，你怎么样了？相公，你没事吧？相公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跟蓝凤凰他。就算我自己中毒死，也不能害他的嘛。哎呀，怎么办？他这么可怜，该救他还是不该救他呢？哎呀，他现在身上长满尸斑，哪有女人肯牺牲给他嘛？哎呀，哎呀！救他也死，不救他也死。他又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我不？不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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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！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不救他，救他，不救他，救他！娘，不要这样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待会儿给你们吃啊！来，下来。岂有此理！死鬼田伯光，你没良心呐！早知道当时就不救你，让你中尸毒死了算了。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醒醒啊！那不要每天这个样子，田伯光，你醒啊！哎，吵！我早知道当初就不要娶你，才嫁过来几年罢了。你看胖得像母猪似的，整天在我面前唠唠叨叨，害我不能去采花。我已经够悲哀了，早上一张开眼就看到你这个肥婆，我哪还会有心情啊？早知道当日我娶猪也不要娶你。喂，死田伯光，臭田伯光！不行！不行，不行的！冷静啊！绝对不能够因为一时冲动
嫁给这个采花贼，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变成一个大肥婆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，不能这么做，不行的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行啊！不救他，他会死。来，这些钱赏给你，记得了。知道了，客官。田伯光，你今天会弄成这步田地，多少也是因为我而起的，我应该负点责任的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替你解去身上的尸毒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蓝凤凰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进来啊！我知道你不想害我，可是我不忍心看着你受尸毒折磨，就这样痛苦的死去啊！你不必担心，我从小呢就与毒为伍，练成百毒不侵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你快开门，让我进去吧。蓝凤凰，不行的，你别傻了，我是不会和你。你是不是嫌弃我？好，你不开门，我自己进来。蓝凤凰，你快！我怎么你不敲门就进来呢？你们，快走！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喂，是你自己闯进来的，我又没有请你进来。我知道这种场面你看着肯定会受不了。亏我对你这么好，我还想牺牲自己来替你解毒。我的毒已经解了。田伯光，我对天发誓，我以后永远不会再理你了。哎，田老大，嘿，怎么是你呀？一个人喝闷酒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心情不好喝酒可是会糟蹋这些美酒的哦。兄弟啊，怎么会来的？来，陪我喝酒。当然是被这些美酒给吸引来的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像你啊，只有女人才吸引得了你。哎，别在我面前提女人，烦。我是不是听错了啊？什么时候改变口味，开始觉得女人很烦？你不是常常说天下美女多的是，不会为了一颗盐放弃整个盐田的吗？可是这一颗不同啊。你还说过，全天下的女人都一样，除了你娘啊。不一样，唯独这个，她呢，让我又爱又恨。见不到她的时候，我就牵肠挂肚；一见面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是贴错门神。这肯定是魔教的人了，才有这么大的魔力，对不对？的确是魔教中人。你不会告诉我是蓝凤凰吧？啊？是蓝凤凰。虽然他是魔教中人，但是他的心呢，软得像豆腐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啊，他呢准备牺牲他一生的幸福来救我，但是被我拒绝了。他很失望，但是呢，我不想他一辈子痛苦。你身上中了尸毒，喂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，会对你下这么重的毒手？就是被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天王老子的人所害的。天王老子？哎，是不是向问天啊？哎，兄弟，咱们去喝2杯吧。向问天，原来你躲在这里，你害得我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我
今天非剁了你不可！上！别打！不要！哎，两位大哥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吧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哼，好，师都的事，暂时不追究。你答应给我的3师脑神丸解药呢？哼，大男人说过的话，我一定做得到的。那拿来。现在没有，等有了再给你吧。你这姓赖的！那我的4件宝物在哪里？哼，宝物现在不在我身上。你们都冷静点。我想这中间有点误会啊。没什么误会的。令狐冲，当我是兄弟的话，给我杀了他，替我报仇。兄弟，这个人太烦人了，替我把他赶出去吧。拜托啊，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？你们2位都是我的结拜大哥，不要伤了和气啊。没有什么和气的，我跟他势不两立。令狐冲，你我结拜在先，他最多只能排老3，你应该听我的。我年纪最大，我是大哥，兄弟啊，你应该听我的。好，有本事的话，解开我的穴道，打赢我再说吧。好，打就打，谁怕谁！梅庄黑白子求见华山风二大侠。梅庄4友足不出梅庄的，也不涉及江湖上的事情，怎么突然间黑白子会出现呢？令狐兄弟，这风二大侠到底是谁啊？哼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住口！没人问你，那么多话干嘛？风兄弟，您终于来了。不知二庄主找晚辈有什么事啊？请坐，请坐。不必了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来是想请风大侠再临梅庄比试剑法。手下败将，我们已经约法3章，是你们技不如人，难道你们想反悔不成吗？愿赌服输，我们并非想反悔，只是梅庄还有一位武林高人，很想见识风兄弟之高明剑术，还请风兄弟跟我再到梅庄走一趟吧。可是我已经跟4位庄主言明了，我现在全无内力，我怎么到梅庄去比试呢？风兄弟，说好只比剑法，不比内力，大家切磋切磋。风兄弟不必担心，点到为止就行了。风兄弟啊，既然梅二庄主盛誉全权，咱们恭敬不如从命吧。梅二庄主，请。童老先生，我这次来只请风兄弟一人前往。不行，我不去的话，风兄弟也不能去啊。童老先生，与风兄弟比武之人脾气非常古怪，比剑事小，只怕万一激怒此人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还请童老先生见谅。童大哥，这样吧，你把这4件宝物交给我，只要我打赢了，我保证这4件宝物一定物归原主。风兄弟，并不是我信不过你，只是他们明知你全无内力，还邀你去比试剑法，其中必定有诈，我不能让你去冒险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拒绝算了。这怎么行呢？江湖中人讲话得有信用，怎么出尔反尔？梅二庄主，我有点事情想跟风兄弟商量商量。好，请。不怕老实告诉你，这次我带你去梅庄寻医，其实是骗你的。我去梅庄是想找机会救一个朋友，他被陷害，囚禁在梅庄。我猜他们一定是让他来和你比试。详细情形我以后再跟你说。记得在比试之前，将此物交给与你比武之人，千万别让梅庄4友发现。知道了，大哥你放心。那好，风兄弟自己小心啊。我会的。想到梅庄之中还有如此隐秘之处。风兄弟，前面就是了。风兄弟，这场比试在下兄弟不便在场，待会儿你自个儿进去。还有，在进去之前，请风兄弟谨记2件事。请说。第一，这场比试
不论谁胜谁败，不许向任何人提起。包括童先生在内。好啊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这4件稀世宝物在这儿，我要输的话呢，必当双手奉上。哼，看来这战我是败多胜少。风兄弟，你太谦虚了，请。来，这个。风兄弟，请。你不是梅庄的人，晚辈是华山派风二中，素闻前辈剑术高明，希望获得前辈的指点。笨蛋，他们是要你来送死。前辈，这是向问天向大哥托我带来给前辈的。行遍万里山河，会知行能有几个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谁胜谁负谁晓得？浪滔滔数尽悲欢离合，放得下能有几个？要清风明月对酒当歌，醉3分悠然自得。今夕身处于何方？酒入肠，豪气万丈。尽管世俗人笑我痴狂，恩或怨都由我扛。天苍苍，豪情气壮山河，得与失又算什么？刀剑离晓，看风云变色，我行我素我自乐。人匆匆犹如风尘过客，名和利又算什么？要清风明月对酒当歌。